男人每次吃饭前都会先将饭菜供奉给观音菩萨，希望菩萨能保佑他发大财。菩萨呀，你老人家保佑我这个俗家弟子吧，为我指点迷津，帮我打救出苦海。不是说心诚则灵吗？菩萨，你快显显灵吧，磕头。没想到男人日复一日的坚持，竟然真的打动了菩萨。方家弟子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念你心诚，佛家已赐百味灵药在你家中，待吾普度众生。哎呀，多谢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。此时看见菩萨的人也都能心想事成，好运连连。围观的村民也被这一幕惊呆了，于是众人便跟随方老大回到了家。没想到一打开房门，里面竟真的摆满了各种名贵药材。方老大见状欣喜万分，随即拿起一株草药，表示这是菩萨赐下的灵药，既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就便宜卖给大家了。可是村民们却半信半疑，没有一个人敢买他的药。就在众人还在犹豫时，村东头的刘老二跑了过来，他偏头痛的毛病已经好多年了，想请方老大帮他看看。随即方老大便帮他搭脉诊治，接着让儿子拿来一副药，表示只要吃了他的药，用不了3天定当药到病除。而有了刘老二打头阵，再加上价钱确实便宜，众人也纷纷开始抢购。2天后，刘老二再次登门，表示方老大真是妙手回春，他吃了药不到3天，头痛的毛病就彻底好了。刘老二无以为报，于是就想要留下来帮他打下手。方老大正愁没人帮忙，就答应留下了他。而只要是吃了方老大给开的药，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，全都被灵药给治好了。因此上门看病的人越来越多，让方老大赚得盆满钵满。不久后，他就用这笔钱开了一家药铺，可以说是彻底摆脱了之前的苦日子，一家3口过上了吃香喝辣的生活。这天，方老大在外面吃饭，没想到一个穷秀才却找上了门，只因他吃了方老大的药后，肺痨的毛病一直没好，于是便向他讨回药钱。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菩萨赐药这一说，当初方老大为了发财，于是便串通刘老二，他先是上山挖来红薯和野菜，将其制成假药，然后再让刘老二假扮菩萨，以此来骗取村民们的钱财。殊不知此举已然冒犯了菩萨，方老大的报应也很快来了。他受不了秀才的纠缠，于是一把将他推倒在地，没想到致使秀才病发，直接吐血身亡了。事后县令判处方老大负责赡养秀才的14口家眷。而与此同时，刘老二趁机将药铺所有的银钱全部偷走，而此前吃了假药的村民此刻也全都找上了门。没办法，方老大只好变卖家产还债。最后老婆一气之下也带着儿子回了娘家，撂下狠话，这辈子再不与他相见。最终方老大变得一无所有，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，看来真是恶有恶报啊。